你知道吗？那个我们医生啊，用了200年的传统工具听诊器，现在正在被 AI 彻底改变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AI 听诊器是怎么为医疗诊断打开一个你我想象不到的全新时代。没错，就是听诊器，这个挂在医生脖子上超过200年的象征，我们再熟悉不过了。不过，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讲求数据、讲求 AI 的时代，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：光靠听的，真的还够力吗？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分析的核心。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升级哦，这根本就是一种游戏规则的改变。我们正在从过去那种比较像是依赖医师个人听觉经验的诊断艺术，转变成一种有数据、有证据可以看的诊断科学。好的，那这个转变到底有多重要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改变呢？这就要从3个可以说是隐藏版的杀手谈起了。这些疾病啊，真的每天都在考验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。我们要谈的就是心房颤动、心脏衰竭，还有心脏瓣膜疾病。你猜它们有什么共通点？就是它们都很常见，而且很危险。但最头痛的是什么？是他们的早期症状常常安静的吓人，甚至根本没有症状。所以用传统听诊的方法，真的很容易就咻听漏过去了。我们先来看看心房颤动，也就是 AFib。你千万别小看这个心跳不规律哦，它会让脑中风的风险直接乘以5，整整5倍耶。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很多患者自己根本没感觉，完全不知道心脏里藏着一颗定时炸弹。接着是心脏衰竭，有个说法，我觉得讲得非常贴切，它被称为心脏的癌症。这真的不是在吓唬人哦。你看它的5年死亡率将近50%，很多病人都是喘不过气被送到急诊，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，但那个时候病情通常都已经很严重了。最后，心脏瓣膜疾病，你知道它唯一的早期线索是什么吗？常常就只是一段非常非常微弱的心杂音。那你想想看，在一个很忙很吵的诊间里，要捕捉到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完全就是靠医生的金耳朵跟临床经验咯。但这个小小的声音却很可能是严重并发症出现前的最后一个警报。 OK， 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了，那解法呢？来，这就是 AI 准备大显身手、真正发光发热的地方了。而且我们不是在空口说白话哦，这个有真凭实据的，来自英国一个超大规模的临床试验，叫做 Tricorder 研究。这个研究可不是在实验室里做而已，它横挂了200多家第一线的诊所，就是要证明在真实世界里 AI 辅助听诊器到底行不行。结果呢？你猜怎么着？就拿心房颤动来说，有了 AI 帮忙，检出率直接拉高了3.45倍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代表我们可以多找出3倍以上有潜在中风风险的人，在憾事发生之前就把他们找出来。心脏衰竭也一样惊人，检出率提升了2.33倍。这就像是我们可以在病人冲向急诊室的半路上，就把他们拦截下来，让他们回到门诊，提早开始能够救命的治疗。那刚刚提到很难听到的心杂音呢？对于心脏瓣膜疾病，检出率也提高了将近2倍 ，1.92倍。这就是因为 AI 的演算法，它能听到我们人耳可能会忽略掉的那些蛛丝马迹。所以你看，这整个就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我们从以前单纯靠听，变成了现在可以看。AI 把心跳的声音变成你看得到的数据和波形图。这对医病沟通有多大帮助啊？医生再也不用很抽象的去形容，他可以直接指着荧幕跟你说，你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哇，这就是眼见为凭嘛。而且这也为远距医疗打开了全新的大门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，最实际的问题来了。这么棒的技术，我要怎么在我的诊所、我的临床工作里开始用呢？别急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为台湾的医护伙伴们准备的一份超实用的上手指南。从这张表，你可以清楚看到现在市面上的情况，像 Echo Core 500，哇，它真的很厉害，连心电图都整合进去的，这绝对是未来的趋势。不过，它目前还没拿到台湾 TFDA 的认证，
所以，如果你是台湾的医生，现在想立刻开始，那最稳、最实际的入门选择就是这款已经通过 TFDA 核准的 3M Lemon Core。它把顶尖的声学技术跟数位化的视觉功能做了完美的结合。那么要怎么开始呢？很简单，就3步。第一步，当然是先选一台有 TFDA 法规认证的设备，安全合规最重要。第二步，花一点点时间去习惯看那些新音的波形图，学会判读它代表的意义。第三步，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用上它，让他们也看到自己的心跳数据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这不只是为了让诊断更精准，它更代表了医病沟通的未来。你想想，当病人能亲眼看到数据，那种信任感跟理解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就像是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盖了一座全新的信任的桥梁。OK， 所以你看，不管是研究数据还是临床实证，都告诉我们这场革命是真正正在发生。那么最后，我们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想一想：面对这场革命，你的医疗工作准备好了吗？